近日，中国政府宣布终止向国外送养儿童的政策，这一决定如同一记重锤，击碎了无数被遗弃儿童获得新生的希望，更揭开了中国几十年来一个骇人听闻的社会伤疤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政策调整，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大国令人心寒的人性悲剧和制度性暴力。长期以来，国际收养为中国的弃婴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新生活的大门。仅在1999年至2023年间，就有超过8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。这些幸运儿中，不乏后来成为世界冠军、企业家甚至政要子女的佼佼者。然而，随着这扇门的关闭，无数中国弃婴的命运将再次陷入未知的黑暗之中。残酷的现实是，大多数被遗弃的儿童都有特殊医疗需求。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，这些孩子几乎不可能被国内家庭收养。中国的弃婴悲剧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。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，无数婴儿被遗弃在街头巷尾，有的甚至被活活溺死。一位曾经亲历那个时代的老人回忆说，那时候在乡下的水沟里经常能看到婴儿的尸体，特别是女婴。人们都麻木了，就像看到死猫死狗一样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中国的人口政策从一胎化走向全面二孩，再到如今的三孩。然而，这种急转弯式的政策调整非但没有解决问题，反而制造了新的社会矛盾。一位年轻的白领无奈地说，现在国家让我们多生，但是房价这么高，教育这么贵，我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哪里还敢生孩子？更令人心寒的是，即使在鼓励生育的今天，弃婴的悲剧仍在上演。2022年，江苏省一名男婴被遗弃在垃圾桶内，幸被路人发现，才捡回一条命。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背后，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和制度的失败。中国曾经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。据官方统计，2023年中国的生育率仅为 1.0， 创下历史新低。有专家预测，到2030年，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可能跌破600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停止国际收养似乎是一种绝望的自保行为。然而，这种短视的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。一位社会学家指出，政府似乎认为留住这些孩子就能缓解人口危机。但事实是，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大多有特殊需求，他们不太可能成为未来的劳动力或生育主力。相反，他们很可能成为社会的额外负担。中国的弃婴悲剧本质上是一场制度性的悲剧。长期以来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人口视为可以随意操控的数字，而忽视了每个生命背后的人性需求。一位曾经被迫放弃自己孩子的母亲泣不成声地说，当时我刚生下第2个孩子，计生干部就闯进了产房。他们威胁说，如果不交出孩子，我丈夫就会失去工作，我们全家都会受牵连。我别无选择，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并不罕见，无数家庭在这种非人道的政策下支离破碎。更可悲的是，即使在今天，这种忽视人性的做法仍在继续。一位匿名的计生干部透露，现在上面催着我们鼓励生育，手段跟以前限制生育时差不多。有的地方甚至给生3胎的家庭发奖金，但根本没人愿意生。大家都明白，昨天的超生罪人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今天的英雄母亲？讽刺的是，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，它也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弃婴输出国。一位美国收养家庭的母亲曾半开玩笑地说 ，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, even my daughter。美国所有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，我的女儿也是。这句看似幽默的话背后是多少令人心碎的故事。然而，随着国际收养的大门关闭，这些被形容为中国制造的生命将何去何从？一位资深的国际收养中介机构负责人忧心忡忡地说，这些年来，我们看到过太多奇迹。有的孩子来的时候奄奄一息，
在新家庭的爱护下变成了阳光灿烂的小天使。现在我不敢想象还留在福利院的孩子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。随着国际收养的终止，中国的儿童福利院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。据悉，许多福利院的运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际收养带来的资金。一位福利院院长无奈地说，以前每收养一个孩子，我们都能收到一笔可观的捐款，这些钱用来改善其他孩子的生活条件。现在这个来源没了，我真不知道怎么维持下去。更令人担忧的是福利院内部的生存状况。有报道称，一些福利院为了节省开支，会将多个残疾儿童绑在一起。一位曾在福利院工作过的志愿者描述了他所目睹的恐怖场景，有时候一个房间里会挤着20-30个孩子，空气中弥漫着排泄物的气味。有些孩子整天被绑在床上，肢体都变形了。这种非人道的待遇加上资源的匮乏，使得许多被遗弃的儿童面临着比死亡更可怕的命运。一位医生悲观地表示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很多孩子活不过5岁。那些活下来的，大多也会因为长期缺乏关爱和刺激而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。尽管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步，但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和对残疾人的歧视仍然存在，这直接导致了大量女婴和残疾儿童被遗弃。一位社会学家指出，在一些农村地区，生了女儿还被认为是家门不幸，而对于残疾儿童，很多家庭会认为这是上天的惩罚或者家族的耻辱。这种文化偏见不仅造成了大量弃婴，也严重影响了国内收养的可能性。一位曾尝试收养的中国夫妇坦言，我们本来想收养一个健康的男孩，但是福利院告诉我们，健康的男孩基本上不会被遗弃。我们考虑过收养女孩或残疾儿童，但又担心家人和邻居的眼光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中国的弃婴们将何去何从？有人提出，政府应该加大对福利院的投入，提高收养补贴，鼓励国内家庭收养特殊需求儿童。然而，这些建议能否真正落实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，中国社会的福利体系将面临巨大压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些最弱势的群体、被遗弃的儿童，很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。一位人口学家发出了警告，如果我们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，未来可能会出现大量无人照料的特殊需求成年人，他们将成为社会的重担，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中国终止国际收养的决定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政策调整，它是对整个社会良知的一次严峻考验。它迫使我们思考，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，我们是否忽视了最基本的人性关怀？在高喊人口质量的口号时，我们是否亏欠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弱小生命？一位著名作家曾说过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取决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群体。面对这些无辜的生命，中国社会还能给出怎样的答案？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千万个体的命运，更关乎一个民族的道德底线和未来走向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我们唯一确定的是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视，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感受爱与被爱。当他们关上了通往希望的大门时，是否也关闭了自己的良知？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。